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贝洛。这个小镇啊，位于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和我们 M2团队所在的蒙特利尔之间。1924年的时候呢，加拿大西海岸的伐木工人们砍了1万多棵百年红雪松啊，把它们装上火车，跨过落基山脉，越过大草原，一路向东送到了这个小镇。接下来啊，芬兰籍的建筑师 Victor Nymark 指挥着3500名工人，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用这些实木搭了一座11万3000多立方米的大型原木建筑，这就是加拿大传奇城堡酒店 Fairmont Le Chateau Montbello。可以看到他们的酒店大堂啊，非常气派啊。这里面非常有标志性的呢，就是这个中央的6面3层高的石头壁炉。在横向上呢，它有4座巨大的翼楼，从中央啊向四周去延展，可以说是层楼叠谢，非常壮观。这个酒店呢，从建成以来啊，其实一度是只供给上层人士去做这个俱乐部使用的，到1970年呢，才正式的对公众开放。它呢是现今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木屋酒店，也是加拿大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在这100年的历史中呢，这个酒店接待了无数的政商的名人，其中就包括了加拿大的前总理哈勃啊，这个老特鲁多，包括美国的前总统里根、老布什，还有英国的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但是啊，近年来呢，这个城堡酒店的命运骤变，不仅因为缺乏修缮而屡遭差评，而且还沦落到低价拍卖都无人问津的地步。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你今天不是来讲许家印的吗？你跑到这酒店来干啥了？其实啊，这个酒店在10年前正式被许家印买下，成为了恒大在海外目前已知的唯一的地产项目。而这个酒店的衰落呢，也恰恰折射出恒大集团急转直下的命运。所以啊，我们今天专门来这儿做一个开场，还请大家动动小手指，点赞订阅。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许家印从赤贫到巨富的狂飙之路，以及突然人间蒸发的消失之谜。一日三餐，每餐吃一个地瓜和一个窝窝头，喝1碗盐水。许家印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太康县呢是一个至今依然不太富裕的县城。用许家印自己的话说，就是河南豫东一个最穷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正是中国3年大饥荒的开端。许家印一睁眼看到的就是破败和潦倒。在他1岁3个月大时，母亲就得了败血症，没钱也没地方治病，就此撒手人寰。幼年丧母，家境赤贫，让许家印非常渴望离开这个小乡村。他朴素的逻辑是，只要离开黄土，就逃离了贫穷。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很多河南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逃离农村逆天改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考出去。许家印的选择也是这条路。他回忆起读书的苦日子，说上初中的时候，每星期背着筐去很远的学校，里面装的是地瓜和地瓜面做的黑窝头。1日3餐，一顿一个地瓜，一个窝头，喝1碗盐水。到了夏天，半天功夫，黑窝头就长毛了，洗一洗继续吃。因为这段话呀，许家印得名啃煤窝头长大的中国企业家。那个时候啊，他根本想象不到自己日后吃剩的饭菜丢进的垃圾桶都是24K 镀金的。许家印的成绩一直不错，很顺利的考入高中，在那个年代啊，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但他的目标是读大学，可惜呢，文革打断了这个知识改变命运的进程。高中毕业后，许家印回农村务农了2年，到了1977年9月，关闭了10多年的高考大门才重新打开。次年，许家印以周口市前3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终于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说来啊，1978年是个龙门斗开的年份。通过这一年高考改变命运的名人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和顾长卫， TCL 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等等。在大学期间呢，许家印选的专业是当时比较冷门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之所以选这个专业啊，是因为他认为毕业后再不济也能当个炼钢工人，总不至于再回到小乡村当农民吧。
4年间呢，他靠着国家每个月14块的助学金读完了大学。高考改变了命运，奖学金维持了生计，这2件事成为许家印日后常常挂在嘴中，感谢国家、感谢党的原因之一。恒大20年的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大学毕业后呢，他被分配到了国企河南平顶山五羊钢铁厂工作，咱们以下就简称为武钢啊。以前的武钢是中国重点军工项目，进了武钢就算是有了铁饭碗。但是呢，得知了这个消息的许家印却有点沮丧，这是为啥呢？原来许家印认为平顶山最多算个大山沟，与他心中的理想去处相距甚远。别人的知识能改变命运，他许家印怎么只改变了坐标呢？虽然不太情愿许家印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到武钢报到的时候呢，来接他的车间主任陆岳章发现他别的东西没带太多，反而是带了很多书，而且都是专业书，一股子书生味儿。1982年，武钢急需技术型人才，许家印是第一个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自然成了厂里的宝贝。陆岳章也十分看重他，经常和他聊天，两人成了知己，这大大缓解了许家印刚来时的郁闷。进厂的第2年，许家印的职位就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副主任。此时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也开始慢慢的显现。他发现工人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效率还低，于是便牵头建了个调度中心，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热处理和厚板的产生，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不仅每月能够按时完成订单的任务，工人们也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1987年，中国冶金工业部给企业颁奖，武钢斩获了23个奖项，其中许家印一个人就占了6个。陆岳章说其实许家印参与的远远不止6项，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产品都要通过热处理车间，只不过那个时候讲究谦让，6个差不多了，再多就不好意思拿了。进厂的第3年，许家印就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在体制内的上升速度这么快，足以说明他的能力。还不能忘记我是车间主任出身的，我可是制造业出来的，央企出来的也是当时这个冶金部的这个直属企业是吧？这干了10年车间主任的，也有基本功的。在武钢工作期间呢，发生了2件有意思的事儿一呢是许家印管理的车间成了厂里的楷模，厂长就经常安排其他车间到他那儿去学习。在那个提倡做好事不留名、讲究低调谦虚的年代，许家印却大张旗鼓地请地方电视台拍了一个名为《热处理再前进》的专题片，展示了在他的管理下车间高效工作的情况。专题片制作完成后呢，循环播放，许家印一下子成了厂里的名人。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他具备非常超前的宣传意识。这种意识也延续到了日后恒大的管理当中。每当恒大地产有重大的盘或者是周年庆典时呢，他总是喜欢请明星助阵，后来甚至组建了歌舞团，专门用来烘托气氛。有人说这些都是许家印从武钢习得的造势思维的延续。第2件事呢，是许家印注意到车间有很多废弃的钢材，就那么随意的堆放在一边，他便动了心思，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将这些废弃的钢材再加工，废物利用。当时车间里头没有洗澡间，夏天的时候无比闷热，职工往往得带着汗臭吃饭，上班的时候呢也影响心情和工作氛围。许家印就用这些废料钢材焊了个洗澡房，让工人们可以在里面冲个凉再出来干活，心情好了，生产力自然得到了提高。但这件事也为他10年后从武钢离职埋下了一个伏笔。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同年，14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这2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让中国经济爆发了空前的活力。一些了解国情的人就从中看到了无限的商机，其中呢包括了不少体制内的官员。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也就是咱们熟知的92派。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许家印说自己就是92派的一员，因为当时武冈按部就班的生活已经无法激起他的热情了。与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如下海拼一把。这一年呀，他已经34岁了。咱们讲过，国美的黄光裕在3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中国首富，而许家印在差不多的年纪放弃了坚守10年的铁饭碗，从零出发，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难道真的就只是一场说走就走的辞职吗？其实啊，关于许家印离开武冈，网上就流传着2种说法。第一种呢，是许家印偷卖厂里的废钢材，还从合作单位收取好处费，被定性为中饱私囊，直接开除了。另一种说法啊，是许家印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政策，所以不得不辞职。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是武冈的同事，在厂里头认识，1983年结婚，次年长子许志健出生，二儿子许腾鹤的出生日期呢，则从未在公开资料里被提及过。不知道是夫妇俩对次子的隐私保护得更好，还是在刻意隐瞒什么。总之吧，也没法考证许家印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了武冈。而立之年，到底是一直往上走更困难，还是重新开始更困难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着许家印南下深圳。1992年，许家印带着30多页的简历来到深圳。这个时候的深圳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端，也是中国房地产的策源地。1988年4月，人大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使用制度的规则。同年7月，深圳东晓花园竣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拍卖方式获得土地并建成的住宅社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88年往后的30年时间里，从中国土地第一拍到中国房地产法诞生，从第一个样板房到第一个高层住宅小区，从第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到全国首家物业管理公司的成立，这一切都发生在深圳。只不过啊，那个时候许家印只觉得深圳是个充满机会的大城市，并不知道未来的他会在这座城市掀起中国房地产的大风大浪。转眼间，许家印抵达深圳已有半个多月，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钱包啊也越来越瘪。他觉得非常郁闷啊，再怎么说也是在国营单位当过好几年的处级干部，怎么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和朋友说起此事呢，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那简历太厚了，谁有时间看啊？简历就是要简单啊。听了这话呀，许家印听劝，将30页的内容缩到了2页，重投了几天后，就有好几家公司愿意聘用他。他最终呢，选择了一家名为中达的连锁贸易公司，职位是业务员。曾经的车间主任，如今一切重新来过，就连见到公司里20岁的小女生都会规规矩矩地喊声师傅。3个月后啊，许家印通过人脉做成了第一个单子，为公司带来了10万元的营业额，这让老板对他另眼相看，他也当上了办公室主任，从此不用再东奔西跑了。1993年，许家印建议老板再注册一个贸易公司，由他当经理，跟熟悉的武冈谈合作。老板呢同意了，但实际上许家印的经理只是个虚职。这新公司注册完了以后啊，老板再没投进去1分钱。无奈之下啊，许家印只能找朋友借了10万，开始了第一次创业。但折腾了1年也毫无起色。不过啊，这次创业当中他也有意外收获。一些关于许家印的传记中记载啊，他通过出色的公关技巧申请到了2000万元的贷款，也有说法是在中达集团的全力支持下才获得的这2000万。不过啊，具体是怎么申请的，是哪家银行批的，网上找不到任何的细节。一个连10万元启动资金都要东拼西凑的人，却能拿到银行2000万元的贷款，确实是有些耐人寻味。但就是这笔钱为许家印日后的发达提供了可能。1994年，中达集团组建广州鹏达实业有限公司。原本啊，老板想派许家印去长春做老总，条件开得很优厚。但是呢，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愿意到广州的这个新公司开疆拓土。已经在深圳待了1年的许家印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潜力，他断定在广州做房地产一定有很好的前景。于是啊，这年国庆，他带着1个司机、1个出纳、2个员工，一共5个人，从深圳来到广州，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2次创业。正是这个决定，写下了他人生转折前的重要伏笔。
到了广州后呢，许家印通过朋友收购了一家公司，获得了一个名叫珠岛花园的房地产项目，把之前的贷款投进去。许家印卯足了干劲儿，是要打出一片天地。他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的楼盘，观察到广州新建的楼盘当中，80%以上都是大户型，这就导致总价过高，让不少的工薪阶层的买家望而却步。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将珠岛花园项目定位为小户型、低价格的楼盘。而且并没有先修房子，而是先搞小区建设，把外面拾掇得漂漂亮亮的，吸引顾客购买。果然，这房子还没动工呢，就已经有不少人排队订房了。最终，珠岛花园一期的几百套房，在正式开售的第1天就被全部订光。许家印趁热打铁，利用订房的预付款和更多的银行贷款，立马投入2期开发，刚动工就已经盈利了9000万。到了1997年5月，许家印在短短2年半的时间里就为公司赚了2个多亿。不过这第一桶金既不属于彭达，也不属于他许家印，而是属于中达公司。此时呢，许家印的工资还是只有每月3000多，虽然已经是一般公务员工资的5倍了，但是相比于他给中达创造的利润，那可太微不足道了。于是他和中达的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长谈。他说，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然而这次谈话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这成了许家印从中达离职的导火索。许家印在后来的访谈中说如果当时老板同意给他个10万、20万的年薪，他可能就不会想自己去创业了。谁都知道创业有风险，过程也更艰辛嘛。但是每个月3000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确实挺困难。有意思的是在许家印辞职之后，他的那位老板才回过味儿来，开始对高层实行年薪制，50万起步。但是许家印已经走上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目前恒大已进入多元加规模加品牌的发展战略阶段。这次辞职后，许家印决定自己创业。珠岛花园的成功让他坚定了2点：搞房地产一定行，搞房地产没钱也行。其实早在1996年，中央提出要把房地产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的时候他就用太太丁玉梅的名字注册了公司。深谙国家政策的许家印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命运的齿轮在他38岁这一年开始转动。1997年，这家公司更名为广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深圳，下设子公司恒大地产。就这样，恒大地产正式走上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舞台。恒大地产的第一个项目锁定了海珠区广州工业大道的原广州农药厂的地块，这个项目呢，也就是后来的金碧花园。当时这片地上是工厂林立，污染严重，市政配套滞后，有实力的开发商都瞧不上这个地方，所以呢，叫价较低。但即使是捡漏，这也不是刚刚创业的恒大地产能够捡得起的。许家印分析这个地块面积比较大，即使买下也不能一口气开发完，最好的办法是进行拆分，然后呢分期付款。当时恒大购买这块11万平方米的地是分了3个项目谈的。第一个项目4.7万平方米，许家印的策略是不还价，要多少给多少但是必须分期付款。最终双方确定以首付500万元的价格拿下第一个项目。许家印用这块地做抵押，向银行贷了600万，其中呢500万元用于付首付，剩下的100万元用于公司的运营。关于这600万是怎么贷下来的，一些书中写道许家印再次发挥了出色的公关技巧。而在那个年代一个只有8个人的初创公司能获得600万的银行贷款，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到底是哪家银行贷的款？审查了恒大的什么资质？这些问题呢，就如同当初那2000万元的贷款一样，讳莫如深。我们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金碧花园，我们没有钱买地，是从银行贷款500万，付了土地定金。1997年6月，金碧花园破土动工，许家印让施工方先垫付工程款，然后恒大再跟他们结账。设计上呢，则完全复制了珠岛花园的套路，小户型、低单价，生活配套设施齐全，果然吸引了大批的工薪阶层。
项目开工2个月，只建了1层就发售了，结果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卖完了价值8000万元的期房。金碧花园1期325套住宅售罄后，在1年后又推出了2期252套高层住宅。由于1期的热销情况这2期的房价就从每平米2800涨到了3500。但即便是这样，2期也在发售当日就售罄，创造了广州楼盘销售的奇迹，即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动工、当年竣工、当年售罄、当年轰动、当年入住、当年受益。金碧花园呢，帮许家印获得了第1桶金，也为恒大日后的其他地产项目奠定了发展模式，即靠卖期房形成的销售杠杆、信用形成的金融杠杆、占用供应商货款形成的账期杠杆，这3个杠杆撬动了这个重资产行业的高周转模式。也许从一开始，许老板就是把房地产在当金融产品做。许家印的这招借鸡生蛋，玩的是炉火纯青。买地是借银行的钱，建楼借的是施工方的钱，刚盖了1层就向买家收全款，接着再用收来的钱买其他的地，刚挖个地基就又收钱，如此这么循环往复，恒大滚雪球般的壮大了起来。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模式在经济上行、市场火热的时候自然是顺风顺水，可一旦房子滞销还不上钱了，那无异于是埋下了一颗大雷。不过呢，那个时候的许家印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1998年，政府出台了住房商品化，取代福利分房制，中国商品房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恒大成功搭上了这班顺风车，仅3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广州房地产前5名。2006年，许家印开始考虑恒大的海外上市计划。要完成这一计划需要引入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扩大土地储备。恒大和几家海外投资机构签订了对赌协议，获得了4亿多美金。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得的巨额资金，恒大大步迈向全国。2006年到2008年大约1年半的时间里恒大地产从广州走向了全国23个城市。而相比之下，另一个房地产巨头万科在王石的带领下用了整整10年才扩展到29个城市。到了2008年3月，恒大地产以4578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量傲视群雄，同年10月超过了万科，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业的新霸主。当然了，许家印的创业之路也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的。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房地产呢也进入了低迷期。许家印酝酿已久的上市计划化为泡影，之前签的对赌协议失败，恒大地产的资金状况每况愈下。而雪上加霜的是呢，恒大在全国的几个地产项目的付款日期相应到期，而同期在建的33个项目还未达到预售标准，眼看着资金链就要断有人就劝许家印卖一些储备土地应急吧，但许家印呢不同意，因为这样会让恒大的品牌信誉一落千丈。关键时刻他通过私人交情募集了5亿多美金，解了这燃眉之急。所谓的私人交情就是香港的大地会，这不是什么帮会而是一个生意圈。香港4大家族之一的郑裕彤当时喜欢玩牌，尤其喜欢锄大地。游戏规则呢跟跑得快差不多，4个人，1人13张牌，谁先出完谁就赢郑裕彤呢拉着儿子郑家纯组了个牌友圈，圈子里头还有刘銮雄、张松桥、何鸿燊等人。那么许家印是怎么进入这个圈子的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恒大当年开盘的时候不是经常邀请英皇旗下的明星助阵吗？因此就和英皇的老板杨受成比较熟。许家印遇到资金困难后就向杨受成求助。杨受成呢并没有直接给予资金支持，但是他把郑家纯介绍给许家印认识了。郑家纯就邀请许家印参加了父亲的牌局。许家印曾经说自己那段时间啥也没干了，专门就到郑裕彤家里头陪着大佬打牌，就跟那儿去上夜班似的，一打就是一个通宵。也许是相信牌品见人品，也许是大佬的眼光毒辣，能看到其中的利益。郑裕彤很欣赏许家印，联手几个机构投资者，以5.06亿美元入股恒大。上市前夕，他还再次认购了5000万美元的股票，成为了恒大的基础投资者。2008年年底，恒大18个楼盘同时开盘，许家印成功回笼了大量资金，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难关。2009年春节过后全国楼市开始回暖，恒大上半年的销售收入高达120多亿。
这年11月5日上午，意气风发的许家印敲响了上市铜锣，他一手创立的恒大地产几经波折，终于成功的在港交所上市了。而这一天呢，也是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日子。在这个榜单上啊，比亚迪的王传福以396亿的身家排名第一。然而几个小时后，许家印就以422亿超车，成为了中国内地的新首富。帮许家印登上宝座的呢，是上市首日猛涨的恒大股价。按照当天收盘价计算，恒大的总市值达到了705亿港元，成为了在香港上市的最大内地民营地产企业。此后啊，恒大地产一路高歌猛进，给同行留下了一骑绝尘的身影。到了2017年的10月12日，许家印以2900亿人民币的身价登顶了胡润百富榜中国首富，而恒大集团在2021年以735亿美元的营收位列财富500强排行榜第122位。可是啊，成也高杠杆，败也高杠杆。恒大高歌猛进的背后是极高的负债率，想要继续运营，唯一的方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2013年起，当时恒大期待从3、4线城市向1、2线核心城市转型，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能够借到永续债就成为了推动恒大高歌猛进的重要因素。这个永续债呢，通俗来讲就是借钱的人不用担心还本金了，但是被借钱的人可以永久获得利息的收益，且这个利息是没有期限的。听上去啊，借了钱不用马上还，还不计入负债清单，只计入权益，这报表啊非常好看，难道不是个好事吗？但是啊，恒大的这个永续债啊，前2年的利息比较低，第3年直接起跳到了30%。根据2016年的年报显示，恒大实现净利润176.2亿元，到手的只有70亿，扣除了各种费用之后，股东们拿到手里头只有50亿左右。剩下那106亿的利润大头啊，全部被永续债的持有人分走了。也就是说啊，偌大的恒大实际上还是在给永续债持有人打工，这还得了吗？恒大的股东们就不干了，压力给到了许老板，借钱赎回这个永续债就成了当务之急。到了2017年6月30日，恒大按照公告说完成了永续债的赎回工作，总计人民币1129.4亿元。但是啊，这永续债赎回的这么快，靠的并不是恒大自己的钱，还是借的新债。那为了还清这些新的借款，恒大就想到了在 A 股上市融资。2017年，许家印看上了一家深圳国企深深房 A 的壳，对恒大借壳上市是信心爆棚啊！引进了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呢，都签了对赌协议。如果上市不成，许家印得回购这些股份，并且支付巨额的补偿款和高额利息。但也正是这个对赌协议的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恒大走向灭亡。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啊，其实早在暗中标好了价码的。2017年5月14日，许家印在恒大集团帮扶乌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壮行大会上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啊，他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贫寒以及成长的经历，并借机表示感谢，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恒大的今天，恒大的一切呢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其实啊，许家印要感谢的还有他身后的一个个贵人。在中国做房地产生意需要3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政策支持，其次是土地和规划，能拿到土地，能够改变用途规划，还得有钱。那这3条几乎都需要做到政商结合，因为土地是最好的权力变现方式。而许家印的恒大在短短20年间，成为全球房企中唯一一家仅用20年时间便跃居世界前500的民营企业，更是少不了贵人相助。一份2002年的恒大年报显示，或许在更早的时候，许家印就已经和一些权贵建立了联系。在这份年报中呢，关于公司董事变动的部分，赫然列着温家宏这个名字。他不仅是恒大的董事，而且还是恒大的第2大股东。不过知情人士透露温家宏2001年担任恒大董事，2002年就辞职了。在他辞任的第2年，他的哥哥就成了国务院总理。
2008年，许家印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并成功连任了2届。2012年，许家印出席政协会议的时候因为迟到遭到记者堵截，被拍下了一张匆忙奔赴会场的照片。3月天里娇嗔的跑姿，手里挥舞着1万多块的手机和腰间闪闪发光的爱马仕金扣皮带，让许家印狠狠地出圈了一把，喜提绰号许皮带。纽约时报称许家印担任政协委员的那段日子里，国内各大银行和信托都与恒大加强了合作，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合作，恒大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其中比较有名的呢是沈阳的盛京银行，几年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向恒大输血逾1000亿元人民币。最夸张的记录是仅1年的时间里，盛京银行就给恒大批了超过325亿的资金。那这盛京银行到底输了多少血，有多少没有收回，到现在一直是个谜。要说许家印背后最大的贵人，普遍的说法是贾家和曾家。2011年，许家印和贾庆林的女儿及女婿被看到一起出现在欧洲的一场品酒购物之旅中。一行人乘坐私人飞机飞往欧洲，在位于巴黎皇宫后花园的米其林3星餐厅里就餐，一顿饭的酒资就超过了10万美金。据说拉菲从1900年的喝到了1990年。也有说法称呢，相比于贾家，与许家印联系更紧密的是曾庆红一家，包括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和儿子曾伟。许家印和曾家的关系能够追溯到2009年，甚至更早。2009年，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的花样年集团在香港上市，许家印、郑裕彤和刘銮雄都曾认购股份。曾庆怀非常喜欢足球，2010年成为中国首富的许家印大手一挥，用超能力买下了广州足球俱乐部，还请来了里皮做教练，正是为了投其所好而进行的投资。同样为了投其所好，恒大还成立了恒大歌舞团，全称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官网上的介绍是为了弘扬现代和民族舞艺术。2011年，广州恒大获得中超冠军，在闭幕晚会上，恒大歌舞团首次在公众面前惊艳亮相，大家这才知道原来恒大还有个歌舞团呢。最鼎盛时期，团里有上百名舞蹈演员，不仅功底过硬，而且容貌出众。所有女演员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几轮考核，最后还有许老板亲自拍板。根据一份由云南民族大学在2020年发布的招聘信息显示恒大歌舞团对舞蹈演员的外貌、年龄和身高都有着精准要求。舞蹈演员们必须形象好、气质佳，年龄需在17到20岁之间。女演员的身高要在1.7米到1.75米之间，男演员的身高要在1.78到1.85之间。除了云南民族大学，这则招聘信息在当年也在多个高校发布，报名的学生非常多，录取的比例比公务员还低。更有意思的一点呢，是这份官方发布的招聘信息称，恒大歌舞团成立于1999年，也就是恒大地产公司成立的3年后，远早于2011年的注册时间。这是咋回事呢？原来恒大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名字不叫这个，而是叫做广州金碧巨星歌舞团有限公司。金碧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有点耳熟就是恒大的那第一个楼盘金碧花园。当初许家印在建金碧花园的时候，还建了一个豪华会所作为配套设施，注册名为广州市金碧大世界饮食娱乐有限公司，经营的范围呢涉及餐饮、酒店住宿、桑拿洗浴、歌舞厅娱乐等。会所的注册资金100万，装修非常豪华，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1999年，金碧巨星歌舞团有限公司成立，股东呢有俩。广州恒大实业占股90%，金碧大世界占股10%。从这个名称、股权结构和注册地址都可以看出金碧巨星歌舞团主要是在金碧大世界的会所里表演。到了2009年，恒大在港交所成功上市后1周，金碧巨星歌舞团就被注销了。2年后，恒大民族歌舞团诞生。从名字上可以品出一丝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不同。而除了名字不同，表演人员也大换血，全部从艺术院校精挑细选上来。更重要的是，许家印显然更看重这支重组的歌舞团，他重金聘请了国内外知名的编舞、音乐和服装等专业人士，为恒大歌舞团的成员们提供了最优质的培训和指导，打造了专属的练习场地、宿舍和餐厅等等设施。恒大歌舞团呢，也确实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了国内最顶尖的歌舞表演团队，频繁参加国内外各类重大活动、大型演出，包括中宣部的、文化部、公安部、中国文联、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演出。舞蹈炫舞星光获得了第7届 CCTV 舞蹈大赛优秀奖，春花烂漫获中央电视台直通春晚的金奖。那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歌舞团成员的薪资也得匹配得上啊。根据招聘广告，恒大歌舞团的薪资分为5级，根据舞蹈演员的个人表演水平核定，定期考核调薪。特级演员呢，每月28000啊，1级演员16000，2级14000，以此类推，往下递减个2000块。就算是试用期，也有高达8000元的薪酬。而且啊，这还只是定薪。招聘公告中称呢，结合演员们的个人贡献，他们还可以享受到演出补贴、演出奖金、年终奖等多重激励。在2020年，这样的薪酬对于仍处于象牙塔里的孩子们来说，真是太有吸引力了。恒大呀，养着这支歌舞团1年的花费高达数千万，以他当时的财力呢，这也无可厚非。但颇受争议的是，当恒大暴雷，千万的供应商和买房人的钱都还不上的时候呢，却依然保留着歌舞团继续运转了2年，直到2023年9月才正式宣布，由于资金链紧张和业务调整，将所有歌舞团的成员解除合同。千金买股，严苛招人，负债累累，也不离不弃的一支歌舞团，对于做地产起家的恒大来说，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许家印的回答是门面，也是恒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除了展现品牌形象和软实力之外，许家印到底有没有利用他们做公关，为恒大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呢？有人啊将这支歌舞团比作赖昌星的红楼，称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了，红楼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官方盖棺定论，而恒大歌舞团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坊间传闻。唯一一个有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呢，是舞团团长白珊珊陪着许家印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展歌喉的照片。那说不准是团长加了个班，或者是正常的公司团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从业者。歌舞团解散后啊，成员们也都说自己只是普通的舞蹈从业者。然而，据权威媒体财新报道呢，广州市一名前官员称，许家印第一次请他面谈，他因为对许家印的风格啊有所耳闻，所以就带上自己的夫人同行。果然啊，一进房间就看到除了许家印，还有多名恒大歌舞团的人。他回忆说啊，许家印没想到客人是夫妻2人一起出现，不久啊就把歌舞团的人赶了出去。从这条信息来看啊，恒大歌舞团可能确实承载了某种公关作用。但是否存在通过权色交易为恒大拿钱拿地，就要等调查结果了。2010年到2020年，除了房地产业务外呢，恒大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高峰时期，恒大集团旗下共有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商业版图涵盖商业旅游、酒店、足球、音乐、矿泉水、农产品、整形医院等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您以为是许家印临时起意、脑门一热的决定吗？其实啊，也是无奈之举。2010年以后啊，国家就开始逐步收紧房地产的政策，例如2010年出台的限购令。2013年，二手房交易个人所得税从1%调整至20%。2016年又提出住房不炒的政策。为了应对宏观调控导致的大环境收紧和土地资源随着开发而迅速减少的现实情况，恒大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以此缓解行业周期性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呢，企业的多元化分为2大类，一类是以主业为中心，整合地产资源，加强核心业务的规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恒大兼并中小的地产企业，发展酒店以及物业管理等业务，都算是围绕着主业进行的，是能够巩固核心业务竞争优势的正确做法。那第2类啊，是扩大资金来源，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恒大采取了2种方式，一是进入了金融领域，打开了集团融资的新渠道，比如创建恒大人寿和恒大财富。第2种呢，是通过投资高回报的行业来获取未来丰厚的现金流。比如投资快消品、旅游、体育产业和整形医院等。但是恒大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并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主要原因是许家印缺乏对新领域的正确认知，恒大呢也缺乏相关领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导致新的业务大多处于亏损状态，不仅没能给集团输上血，反而抽干了集团的血，使整体的资金周转和负债结构更加恶化。
说白了呀，就是步子迈得太大，结果扯到了裆。多元化发展的战略反而成了引爆恒大埋藏多年之雷的加速器。咱们视频开头提到的蒙贝洛酒店呢，就是许家印盲目跨步的结果之一。它是恒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已知的海外房地产项目。2014年交易时呢，这承包酒店的估值才2400万加币，待修缮的项目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恒大呢还是大笔一挥，任性买下。一方面啊，这是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酒店，买下它能在国际上免费打一波广告，彰显恒大的实力。另一方面啊，度假村里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他们计划再建座新的套房酒店、一栋高级住宅和一个豪华的水疗中心。可惜啊，这些计划一个都没实现。为了保持酒店的整体口碑呢，恒大必须要先对这栋建筑做一定的修缮和翻新，而这个工程的耗时和成本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在加拿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加拿大这地儿地广人稀，人工成本非常高，但往往呢工作效率与之成反比，翻新的成本把控不住的情况十有八九会发生。比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 Harrington Lake 的那个度假屋，最初的总翻新预算才不到400万，结果翻着就已经花出去了1100多万了。除了不了解加拿大建筑行业的原因呢，最主要的问题是施工方在翻新的时候还遇到了意外遇到了这个石棉的问题，属于职业健康的范畴。在这边法律法规要求的很严格，不得不停工，只能找其他的方案。等找到的时候呢，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预期完工的时间和成本。这时候呢，好巧不巧，疫情来了。等疫情接近尾声的时候，恒大爆雷了，没钱了。于是承包酒店的修缮工程就彻底烂尾了。一时间还真说不清这两方到底是谁把谁坑了。不过也有人说，许家印在加拿大成立公司以及购买承包酒店，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不知是不是就是靠着承包酒店的项目加入了加拿大籍。恒大爆雷后呢，他拿着加拿大护照顺利回国，成功远离了风暴中心。其实恒大在承包酒店上的损失和其他跨界项目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啊。2017年年底，许家印进军了新能源汽车集团，在汽车产业链上不惜成本广泛布局，主打一个要啥买啥。可是你说他买啥不好，偏偏看上了贾跃亭这部分的细节呢，可以去看我们做的贾老板的那期节目。2018年和贾跃亭的 FF 合作失败后恒大又收购了动力电池公司和轮毂电机公司。恒大汽车连续烧钱好几年，最终只交付了1000辆成品，亏损近1000亿之后黯然离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房地产的业务呢，也在国家政策风向转变后亮起了红灯。2016年起，中国开始重点打击房产投机行为，旨在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房地产开发、房屋买卖、住房租赁和物业服务4个方面大力整治。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房子的基本属性，那就是居住。这个时候呢，许家印依然没有停下来，仍然在疯狂的囤地，一副要将恒大打造成宇宙 No.1 的架势。这一年内恒大的土地储备从 1.5 亿平方米上升到了 2.3 亿平方米。但是当年恒大房产的销售量还很高，现金还能跟得上短期债务，所以呢还没爆雷。而随着销售呈下降趋势，恒大债务的负担越来越明显。2017年的那次对赌下的借壳上市，就成为了融资续命的重要一步。但是政策早已今非昔比2016年呢，证监会修订了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使得房企借壳上市之路基本上也被堵死了。后来呢，这个监管红线也一直没有放开。到了2020年8月，大家知道的3条红线出台，将房企分为了红、橙、黄、绿4档。如果你公司账户里的钱不够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务之时呢，就会被划分到红色档，受到最严格的融资限制，不能再新增有息贷款了。恒大就是其中之一。恒大的总裁夏海军忍痛表示，这几年国家在地产调控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楼价、地价和预期都稳定下来了。恒大集团坚决拥护国家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严格向监管指标靠拢。2020年9月24日，网上流出了一份文件，内容是恒大恳请广东省政府
支持准许将地产业务借壳内地 A 股深深房上市，否则恒大要一次性支付1440亿的现金，可能导致恒大的资金断裂，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务和上下游内8000多家合作企业形成违约的风险，从而引发一系列系统性的风险，造成社会动荡。口口声声感谢祖国、感谢党、感谢社会的恒大，此刻看起来大有向政府逼宫的味道。不过这个文件的图片很快被全网删除，当晚恒大发布紧急公告否认文件的真实性。9月29日，恒大宣布1300亿战略投资中，已经有863亿同意转为普通股，另有155亿已经谈妥，正在签约当中，剩下的达成协议也是大概率事件。意思就是欠的债呢都转成股份了，暂时不用还钱了。可是这份看似皆大欢喜的协议只是帮恒大解了燃眉之急，但也造成了2个后果。一呢是将恒大巨额的债务状况进一步的公开化，使其融资更加困难。第二是堵死了恒大试图通过股市融资还债的路子，他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打折卖房来回笼现金了。此后不久3大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恒大的评级至 C 级，也就是发债人有可能违约的评级。受此影响，不仅国内外的银行停止对恒大贷款，一些供应商也开始担心自己的货款没法正常的收回，产生了挤兑的现象。恒大的商票问题就此暴露。2021年6月，恒大首次承认出现财务问题。由于拖欠款项，恒大在全国各地很多项目都暂停了，留下了100万套烂尾楼。100万个家庭，里面有多少是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的积蓄，结果换来的呢是露着电线的混凝土毛坯，地上是堆满废料的家。其中的最夸张的是河南恒大玉湖天下的项目，楼卖了，钱收了，房子却没建，只有一个大门矗立在能埋人的杂草当中。这可能连烂尾都算不上，因为压根连一块砖都没盖。3个月后，恒大财富宣布所有的理财产品将延期兑付，这使得包括恒大员工在内的众多投资者赶到深圳总部的楼下要钱，闹得是沸沸扬扬。恒大的讨债事件愈演愈烈，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围困恒大高管的事件。这里面有成千上万烂尾楼的业主，也有恒大金融产品的受害者，还有广大的上下游合作企业。广东省政府向恒大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恒大集团开始寻求债务重组。2022年，恒大系的3只股票在港停牌，债权人向香港法院申请清盘。恒大集团的债务重组进展缓慢，财务状况持续恶化。3月，恒大集团正式宣布债务违约。2023年7月，恒大集团终于补发了2021、2022年业绩公告以及2022年的中期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恒大负债总额高达2.44万亿元。这相当于是什么概念呢？茅台集团2022年的净利润是627个亿，要还上恒大这些债，茅台得干个40年。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2022年的利润约合7700亿人民币，要还上恒大的债，这个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也得干上至少3年。甭管是白酒还是石油通通干不过房地产。在这些报表被公开后没多久呢，许家印技术性离婚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因为在恒大集团与恒大汽车的相关文件上，首次将丁玉梅列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在此之前，丁玉梅都被列为许家印的配偶。许家印离婚消息公开仅1个月后，他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有消息称在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次子许腾赫已经被带走。此时呢，丁玉梅早已凭借着加拿大护照，带着大儿子离开了风暴中心。大家再次听到丁玉梅女士的消息呢，是不久前，也就是2024年的2月底，丁玉梅在香港法院起诉了亲儿子，向次子许腾赫追讨约10个亿的债务。丁玉梅的律师说2个人在2020年签订了贷款协议，许腾赫作为借款人，从丁玉梅处获得了一笔贷款。然而呢，在约定的还款日到来时，许腾赫并未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因此这个丁玉梅就把儿子告上了法庭追讨债务。这究竟是母子反目了，还是丁玉梅花式保全财产呢？最终还要看法院的判决结果。至于许家印
自从2023年9月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就彻底的在公众面前消失了。等待他的最终判罚是什么？子弹还得飞一会儿。很多人说许家印是个赌徒啊，赢了几十年，走到今天这般田地，只是因为他赌输了一次，那就是当国家在2016年发出明确信号时，他就应该降低杠杆，但是呢，他却仍然在大肆扩张。2020年3条红线出台，他以为这依然是行业的周期性调整，只要能像2008年那次一样扛到政策松绑、市场回暖，恒大就能迎来美好的春天。如今啊，4年过去了，政策确实有所松绑，只是恒大早已无力回天。不过要我说啊，最犯不着的就是去心疼许家印，他是赌输了，但倾家荡产的都是别人啊。从2009年到2022年，这恒大是年年分红，哪怕是2020年债务危机已经显现，21年商票逾期，22年金融产品限兑的状况下，他依旧把收入和融资变成利润分红。许家印夫妇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从恒大拿走了500个亿。许家印的亲朋好友们以及一些恒大的高管们也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该可怜的呀，是那些被恒大掏空了毕生积蓄的老百姓、供货商和职员。他们到现在啊，都没能等来一个明确的说法，到底谁对他们来负责呢？其实啊，恒大的狂飙之路，何尝不是大多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路呢？只是许家印为了追求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成了那个最极端的例子罢了。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